玄黄要塞的丹堂分堂内，此时正因为古河带回来的消息吵翻了天。以七品炼药师柳昌为首的勇气战士都坚定地认为，没有丹堂就没有炎盟。而萧炎多年未归，一回来就想插手丹堂的行为，属实不该。至于萧炎所说的炼制8品丹药，在他们看来更为可笑。毕竟萧炎如此年轻，怎么可能达到他们都未曾达到的境界？古河看底下那些个叽叽喳喳、发泄着不满情绪的勇气战士，很是头疼。毕竟他确实不擅长管理，最终着重强调每一个人明天都要按时到达后，就很是不耐地将他们都打发走了。看着一下子便是空荡了起来的大厅，古河偏头看了看身旁从一开始便是如同老僧入定般的老友，苦笑道：白马老哥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坐着看呗。徐徐地睁开双眼，白马捧起茶杯，随后言语委婉，实则犀利地表示：首先，以柳昌2人为首的勇气战士能逐渐在丹堂做大，其主要原因是你古河管理不善。其次，你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，最好不要多管闲事。再次，以萧炎如今的实力和眼界，不一定能看得起丹堂，解散不是不可能的事。最后，丹堂一定会大换血，你古河应该庆幸从未搅和到那些事去。听完老友的深刻分析，古河不自觉地擦了擦掌心的虚汗。分析得很好，下次不要分析了，我心慌。第二天，丹堂的炼丹广场上早早的就长满了人。古河见柳昌与乌镇那2个老家伙迟迟未到，自然是明白了他2人的打算，当真是作威作福惯了，仗着自己是7品炼药师，便无人敢治他们，还真是不知死活。古河正在心里暗骂时，就见那天际之上几道身影踏空而来，是萧炎他们。见过盟主。古河一行人见状连忙躬身道。萧炎目光扫过全场，随后淡淡的表示：今日开鼎炼制8品丹药，各位尽管观摩，之后就盘腿而坐，准备正式开始炼丹了。这时，柳昌与乌镇领着几10道身影匆匆赶来，还生怕萧炎没注意到似的，先是冲着高台上的萧炎拱了拱手，随后才笑道：晚来一步，差点就要见不到盟主炼丹了。在做出这等挑衅行为之前，古河等人其实早早的就盘算好了，萧炎若动怒，那就先扣他一个过河拆桥不是好领导的帽子。萧炎若是忍下来了当鹌鹑，那炎盟距离名存实亡也就不远了。柳昌与乌镇着实没想到萧炎的反应居然会是缓缓一笑，随后十分平淡地安排他们坐下。意识到萧炎不好对付的2人隐隐觉得有些不安，但想了想，失去他们2人这样的人才定然不会是炎盟想要看到的结果，就又把心放回了肚子里，甚至十分好心情的想看看萧炎放出大话后准备怎么收场。于是当萧炎的灵魂力量散开的那一刻，之前还信誓旦旦的2位觉得脸有些疼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8品宗师才能具备的灵魂威压呀。在柳昌与那乌镇惊掉了下巴的时候，法马是一脸的冷笑，古河则是一脸的复杂。而这种复杂情绪在8天后5色丹雷出现的那一刻达到了顶峰。此时的丹堂附近已经被密密麻麻的人天上地下的围了个水泄不通，都是些闻讯赶来的炼药师。多好的学习机会啊，可不能放过。望着天空上的5色雷云，古河轻轻地叹了口气，难怪云云始终钟情于他。只是短暂的挫败后，古河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目光紧紧地盯着那翻腾的雷云。是了，要是扛不住丹雷就白干了。数百丈庞大的五彩丹雷朝着萧炎轰去时，彩铃等人脸色都是忍不住的一变。可萧炎是谁？怎会被这小小的丹雷拿捏了？快些把暗金葵放出来多吃点，吃饱饭才好干活嘛。将近10分钟的雷霆洗礼，成功的让暗金葵看上去更有质感了。不愧是8品丹药的丹雷呀。见丹雷消散，萧炎挥手间就将暗金葵收回了纳戒，随后屈指一弹，就见那顶盖被掀了起来，
旋即一道惊鸿闪电般的从其中爆射而出，眼看就要逃了去，可惜下一秒就被萧炎抓住，并无情地塞进了瓶子里。随后震耳欲聋的欢呼之声就响彻了天地。这种等级的炼药师，这种层次的丹雷，于他们来说，有生之年能亲眼所见，简直是酷毙了。盟主威武！排山倒海的欢呼声中，萧炎笑了，随后手掌轻压，朗声道：此番前来丹堂炼丹，仅是其一。说到这里，萧炎的目光在柳昌与乌镇二人的脸庞上定了定，随后又道：丹堂乃是炎盟一体，与其他堂门并无高低之分。然而这些年一些人滋生狂傲之气，视炎盟于无物，独自思维，导致内部失和，此为盟之大罪。我这里有一份名单，其上所写各有罪名。萧炎手掌一握，一卷卷轴就出现在其手中，将之丢向彩铃。萧炎沉声道：念。彩铃接过卷轴，美眸冷冷地扫过全场，随后一一地为他们定罪。丹堂长老柳昌、乌镇居功自傲，不服调遣，欲战便退，暗中贩卖炎盟丹药，私吞其利。彩铃最后一句话冷喝而出时，广场上顿时哗然一片。但柳昌与乌镇万万没想到，萧炎居然真的敢对他们二人出手。只见这两人在萧炎宣布完全部按照炎盟规矩处罚时，跳起来就是一阵怒骂，指责萧炎卸磨杀驴。然萧炎只一句功不抵过，气得二人当下就表示撂挑子不干了。随后大袖一挥，柳昌一声大喝：可有人随我二人走？先前那些被念到名字知道留下来要倒霉的家伙，以及二人的一些亲信都是连忙行出，全部的跟在柳昌二人身后。这下可把柳昌与乌镇给得意坏了，自认这招釜底抽薪使得十分漂亮。看你萧炎一下子少了这么多人，丹堂还怎么运转？再说了，法不责众，想必萧炎也不敢再做些什么。留下一句：盟主大人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，告辞了。柳昌等人转身就想走，萧炎却是笑了，现在这样也好，省得他再费力找蛀虫，但走是不可能让他们走的了。彩铃私自叛盟而出的人是何等惩罚？萧炎冰冷的声音响起。闻言，彩铃勾唇一笑，道：杀无赦。彩铃此话一出，那转体转了一半的柳昌等人身体陡然僵硬。片刻后，柳昌与乌镇猛地回头，怒声道：怎么，炎盟难道还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将我等全部杀了不成？他赌萧炎不敢。萧炎双手负于身后，目光淡漠地望着柳昌一行人道：炎盟有着属于他的规矩，这些年你二人嚣张跋扈，乱我丹堂，一句退出便可了事的话，那我炎盟日后岂不是只要犯了事的人退出丹堂便可安然离去？那我炎盟日后还如何服众？听得萧炎那冷然厉喝，柳昌与乌镇的脸皮都抖了抖。此时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只当是萧炎不想放人，想逼他们退一步，从而达到立威的目的，或许还想在他们身上捞点好处。于是柳昌咬着牙问萧炎，到底想怎么样？萧炎想要的很简单，不过是杀鸡儆猴而已。盟规该怎么样，我便怎么样。萧炎说的很是淡漠，柳昌与乌镇却是青白了一张脸，因为他们清楚，真要按照炎盟的规矩，上百次都不够他们死的。于是相互对视一眼后，两人抱起就想逃，可惜萧炎拿捏他们就跟拿捏小鸡仔一样轻松，将翻涌的鲜血吐了个干净后，柳昌二人终于是怂了，哭天喊地的求放过，并表示日后定会尽心尽力，全心全意，一心一意的为炎盟。只可惜啊，这儆猴的鸡他们是当定了。那些个先前打算要跟着二人一起叛盟而出的人，也全部被拖走了。惨叫声的逐渐散去，显得广场上很是寂静。在场的丹堂炼药师们却凑不出一身干爽的衣服。就在此时，古河被点名了，萧炎直接就掳了他堂主的职位，贬为副职，并让其辅助新晋升的丹堂堂主法马大师工作。当然有罚便有赏，萧炎拿出了修炼灵魂的远古法诀，定下了日后如何才能得到他的规矩后，
就将卷轴丢向了一脸惊愕的法马与古河。证明实力，收拾蛀虫，立威震慑，收买人心，萧炎这一系列操作属实是高明啊！这不仅肃清了丹堂，还将里里外外的人心收拢了个干净。没错，在场的非炎盟的炼药师们都起了心思想入炎盟，至于炎盟的炼药师们当然是卯足了劲头想要为炎盟做贡献，从而得到那修炼灵魂的远古法诀呀。开玩笑，灵魂力量于炼药师是何等的重要，今日之前可未曾听过灵魂还能修炼啊！以萧炎的身份，不可能会在大庭广众下大放厥词，所以定是真的。此时法马与古河的内心也掀起了惊涛骇浪，这等早已失传的秘法，萧炎竟然就这么随手交给他们了。日后定要好好干，誓死效忠炎盟。殊不知萧炎给的法诀仅仅只是一部分，余下的自然是看他们以后的贡献咯。彩铃看着一下子变得异常火热起来的广场，在心里由衷地感叹道，这家伙这些年倒是比以前更加成熟了。偏过头看着萧炎的侧脸，彩铃确信了一点，那就是炎盟终将真正的称霸西北大陆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视频呢看到这里了，给您来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您来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